去年上映的《好莱坞往事》引发了观众热议，无论褒贬，昆汀这部关于好莱坞黄金时代末期的影片都成为了去年影坛的一大热点。而就在今年5月，网飞隆重推出剧集《好莱坞》，以2战后的好莱坞为背景，讲述了一群有抱负的演员和电影制作人努力在好莱坞取得成功的故事。100年以来，好莱坞一直是全球电影业最知名的时尚中心，深刻影响着全球观众的影视审美。其背后的风云故事也不断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今天就让我们追溯好莱坞的历史，来看一看这一全球电影工业的中心100余年来的沧桑巨变。触摸品质，发现未来，欢迎观看《10万个品牌故事之好莱坞》。好莱坞位于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郊外。在美国独立前，这里还是一片比较自然原始的土地，印第安人的部落在此游牧生息。1781年，洛杉矶遭遇了来自墨西哥的第一批殖民者。1846年，墨西哥美利坚战争爆发，作为战胜方的美国获得了上加利福尼亚等大片领土的机会。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好莱坞也迎来了生机。这里从人烟稀少逐渐变为良田广布，迎来了越来越多的外来迁徙者。1886年，一个名叫哈维·威尔考克斯的房地产商在这里买下了一大块土地，经营农庄。他的夫人曾在一次旅行中听人介绍自己来自俄亥俄州的一个叫好莱坞的地方，他十分喜欢这个名字。于是，在到了洛杉矶之后，他在这里种植了很多的冬青树，因为冬青树的英文名就是好莱坞，并将农庄称为好莱坞。好莱坞就此得名，并在1887年计划建成之时正式注册定名。随着照相技术的普及和电影的诞生，依山傍水的环境、美丽宜人的景色为好莱坞带来了第一批摄影爱好者。20世纪初，好莱坞的居民只有数百人，而距离好莱坞11公里的洛杉矶却有10万人，两地之间只有一条单轨的有轨电车相交通。但是越来越多的外来者的迁入，很快让好莱坞声名鹊起。随着基础设施和服务建设的完善，1903年，好莱坞升格为市，并逐渐完善与洛杉矶之间的交通。7年后，好莱坞加入洛杉矶，获得了更多的发展资源。1907年，芝加哥恶劣的天气让一个叫赛利格多视镜公司的独立电影公司不得不提前结束拍摄《基督山伯爵》，转而来到洛杉矶西海岸的圣莫尼卡海滩进行拍摄。如今，圣莫尼卡已经成为好莱坞大片中的经典背景，是如今美国最受欢迎海滨城市之一。而在当时，这里美丽的景色也让赛利格多视镜公司难以忘怀。2年后，他们重返洛杉矶，拍摄了第一部完全在加州境内制作完成的影片《一个赛马情报员的心事》，并随后整体搬迁至此。后来，比沃格拉夫电影公司带着莉莲·吉许、玛丽·毕克夫等演员从纽约前往洛杉矶拍摄影片，被好莱坞深深吸引，拍摄了多部影片。从此，好莱坞在电影业的名声越来越响亮，越来越多的独立制片商和一些小公司纷纷前来这片宁静而美丽的好莱坞，将这里变成了一个电影中心。而能够吸引这些制片公司前来好莱坞的，不仅只有优美的环境，除了主观因素之外，美国电影行业大环境的客观因素更是促成了好莱坞崛起的关键因素。在1908到1911年期间，美国的电影工业为妙透斯科普与拜奥格拉夫公司所垄断，而这一市场垄断的关键在于莱瑟姆环专利。那么，什么是莱瑟姆环呢？在电影发明的早期，因为胶片在播放过程中容易断裂，播放时长大大受限。而美国的莱瑟姆父子在胶片放映机中增加了一个圆环，使之松弛，大大延长了胶片的播放时间。因此，这项专利技术无疑是决定当时电影工业的一大关键。当时掌握这一技术的妙透斯科普与拜奥格拉夫公司与著名发明家爱迪生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了解的伙伴们可以在评论区为大家科普一下。品牌哥言归正传，继续带大家来看好莱坞。虽然这项专利可谓是垄断了整个美国电影市场，但是随着1911年美国法院裁定莱瑟姆环专利无效，大量独立制片公司获得了新生的希望，开始有了自己的话语权。随着专利的解除，在好莱坞这片电影公司的沃土上，第一颗种子很快就播下了。莱瑟姆环专利宣布无效的同一年，好莱坞一家叫布朗杜的小客栈被改造为内斯特影片公司，这是好莱坞的第一家电影制片厂。就在同一年，好莱坞涌现了16家制片厂，电影公司如雨后春笋一般，在这片电影业的沃土中成长起来。米高梅、派拉蒙、
20世纪福克斯、华纳兄弟、雷电华、环球、联美、哥伦比亚等著名的电影大公司相继在这里萌芽。1913年，好莱坞迎来了第一部完全属于自己的电影《印第安女人的白人丈夫》。这时的好莱坞已经从几十户人家的小镇变成了几千人的城市，影棚和外景拍摄每天都在这里进行，明星和制片人的住宅拔地而起，越来越多的粉丝游客前来参观游览，好莱坞的名声传遍全美，以至于洛杉矶周边的很多地区纷纷改名好莱坞，以求得沾一点光。更重要的是，随着名气越做越响，好莱坞的电影行业迎来了华尔街大财团的资金，雄厚的资本保证了电影产出的数量与质量，让好莱坞的电影在全美乃至全国得以快速流行起来。电影城也因此更加迅速而大规模的兴起，并随着美国经济的腾飞如日中天。好莱坞之所以能够在这一时期脱颖而出，名震全球，还要与一战前后美欧完全不同的电影发展格局密切相关。一战前，在电影的发源地法国，电影业蓬勃发展，而在意大利等国，历史史诗片等类型的电影也发展得十分繁荣。而且，随着不同新技术的发明，电影越来越多元化，越来越追求电影风格的表现力，电影中运用的新科技和电影的新分类越来越多，独特的照明、剪辑、表演、调度、置景以及其他技巧被加入电影制作中。但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欧洲电影业遭受重创，很多国家的电影制作陷入停滞局面。相反，大洋对岸的美国，尤其是好莱坞地区，在资金的大力投入和大量制作人的推动下，逐渐形成了自己全新的电影制作模式，以制片人为中心，注重专业分工，改变了之前导演与制片人一体的局面，让拍摄与制作发行的流程专人专职，在兼顾艺术性同时，又加强了电影的商业价值，从而不仅从质量上提升了电影的制作水平，更在推广运营上带动了电影业良好的市场效应与资本回报。随着电影工业的繁荣，部门日益细化，编剧、预算、灯光、剪辑各司其职，形成了一套更为成熟、更为现代化的电影制作流程，大大提高了产出的效率。形成体系的不仅是电影公司的运作流程，就连当时电影的制作都有了一套成熟的模板。故事情节的主线由一些清晰的因果线索组成，主人公一般通过努力奋斗达到一定的目标，而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会遇到障碍，形成情节的矛盾冲突，并在结尾以一定的方式解决问题。这样一来，好莱坞的主人公形象与大团圆结局成为了电影的标配。类似的电影层出不穷，让好莱坞佳作频出，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电影工厂。因此，在一战期间，美国好莱坞电影业的体系已逐渐成型。相比占据传统优势的欧洲电影，美国好莱坞电影具有更强的市场导向，利润大幅提升，影片质量上乘。而在战火中的欧洲，自己生产一部电影还不如引进好莱坞的商业片来得实惠。好莱坞电影迅速打入欧洲市场，好莱坞的成功让当时的美国电影风靡全球。1916年，一战还未结束之时，美国就已经成为了世界电影市场的霸主。美国影片占据着欧美市场60%至90%的优势，每年约产出800多部影片，每年在电影方面的投资超过15亿元。电影已经成为了一门名副其实的工业，为美国带来了巨额产值。在资本的刺激和运营模式的革命下，好莱坞开启了它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好莱坞的崛起也吸引了更多外国优秀电影从业者前来，推动了好莱坞电影的进一步发展。在好莱坞的模式体系之下，地位得到显著提升的不仅是制片人，还有电影中的明星。在资本的导向之下，日益激烈的竞争让演员在电影中的地位显得愈发重要，薪水水涨船高，逐渐形成了美国电影业最早的明星制度。明星制度也成为了好莱坞电影征服世界的重要基础之一。随着电影制作模式的改革，一批好莱坞巨星脱颖而出，鲁道夫·瓦伦蒂诺、道格拉斯·范朋克、格罗利亚·史皇逊、冯·斯特劳亨、玛丽·毕克富、约翰·吉尔伯特、查理·卓别林等早期巨星层出不穷。有的演员演艺生涯横贯数十年，经历了好莱坞的历史演进，堪称是好莱坞辉煌影史的见证者。他们共同缔造了好莱坞电影业的辉煌，是那个时代荧幕中最闪耀的星。后来，1958年，好莱坞星光大道投入建设，至今，星光大道的星星已经超过2500枚，记载了为好莱坞留下记忆的演员、音乐家、导演、制作人、组合等演艺界巨星。随着好莱坞电影业的崛起，好莱坞传承至今的一些标志也陆续登场。说到好莱坞，相信大家脑海中第一个出现的画面一定是这张图。
没错，就是这山坡上大写的 Hollywood。其实鲜为人知的是，在这9个字母的背后，还有4个字母组成了 Hollywood Land。1923年，这排白色字母牌被树立在此，本来是用作此地一片住宅社区的广告，后来日渐荒废。直到1949年，好莱坞商会才变废为宝，将前几个字母修复，成为了 Hollywood， 标志着这一方电影之都的辉煌。同样是在20年代，我们熟悉的小金人奥斯卡金像奖在好莱坞面世。奥斯卡的官方名称是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奖，是美国历史最为悠久、最具权威性和专业性的电影类奖项。它的诞生离不开1927年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出现。该学院由当时的米高梅总经理梅耶首创，汇聚了好莱坞制片人、演员、导演、编剧、摄影师等之中的精英。这一学院也是当时好莱坞电影业高度发达的一个写照。2年后，第1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在好莱坞举行，迎来了约270人参加。埃米尔·杰林斯获得了第1届奥斯卡最佳演员奖。奥斯卡逐渐成为了世界电影的重要衡量标杆，是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电影类奖项。它的评选也在无形中推动着好莱坞乃至世界电影行业的进步。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到歌舞片、西部片的迭代兴起，好莱坞的黄金时代见证了电影史上无数经典时刻的诞生。1947年，好莱坞甚至迎来了商业电视台的入驻，随后音乐公司等相关娱乐产业相继入驻，让好莱坞成为了一个综合的娱乐中心。而就在好莱坞不断拓展版图之时，它却迎来了一次发展危机。60年代中期，美国面临着新的思想浪潮。2战后，冷战中反战、反权威、后社会化的思潮愈演愈烈，嬉皮士成为了那个叛逆时代的标志。垮掉的一代文学流派与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都是那个思想激荡的年代的真实写照。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电影观众们的艺术审美发生了巨大改变。新一代的电影观众早已不满足于好莱坞经典时期的套路，而来自欧洲的新现实主义运动和法国电影新浪潮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冲击着美国电影行业，也促使好莱坞从低迷中反思，步入了新的历史时期。1967年的《邦尼与克莱德》就是好莱坞新时期的代表作之一。这部电影以美国雌雄大盗为故事原型，刻画了主角复杂的性格形象，注重内心世界的描写，抛弃了好莱坞一贯以来偏好的善恶分明的典型化主人公形象，让人物更加饱满充实，并将人物放置于更加宽广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讲述情节，让叙事更加深刻而真实，更具社会意义的艺术高度。从那以后，好莱坞电影逐渐突破重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以更新、更精致、更深刻的电影制作内容收获新一代的市场。好莱坞成功面对了电视行业的冲击，在80、90年代保持着10亿以上的观众群体。到了90年代，电影业已经成为了美国第2大产业，实现了新时代的顽强生命力。如今，当初那个洛杉矶郊外的田园小镇早已成为一个庞大的国际电影城，好莱坞也在无形中成为美国电影的代名词。纵观100余年的好莱坞电影史，我们可以透过表面看到这100余年美国乃至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格局。以史见今，今天的我们也能从好莱坞电影的崛起审视中国电影的发展道路，为未来更加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建设添砖加瓦。印度是一个很神奇的国家，那里发生的很多事情至今都在 B 站上拥有超高的人气，比如高难度的杂技阅兵，还有各种火车开外挂。除此之外，印度人还有着无数奇葩的风土人情，比如上露天厕所，比如上完厕所后习惯使用的工具不是卫生纸，而是手。右手在印度被赋予了另一种使用方式。但就是在这样一个如此魔幻的国度里，除了咖喱、瑜伽之外，他们还向世界输出了第3种产品，那就是印度电影。如今，印度每年会产出1600至2000部左右的电影，远远超过好莱坞和中国电影年产量之和，稳居世界第1。其中，光宝莱坞生产的电影就占了40%。在东起喜马拉雅山，西至孟加拉湾的印度文化圈，宝莱坞电影有着强大的文化统治力。提起宝莱坞，大家就会想到印度电影，就像提起 B 站用户，我们就知道他们最爱一键3连，从不白嫖。因为疫情影响，品牌哥今年在家重温了不少电影，其中就有很多这些年在中国大火的印度电影。
所以这期节目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印度电影和被看作印度电影代表的宝莱坞，看看他们是如何杀出好莱坞的重围，坐上电影界的第二把交椅的。在2011年之前，提起宝莱坞电影，很多人的印象里都还是粗制滥造、情节荒诞，话没说完就唱歌，一言不合就跳舞。我们有手撕鬼子，他们就有香蕉杀人。总之就是风格单一且城市化，带着一股浓浓的咖喱味儿，以至于当时还有个顺口溜叫“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又哭又笑，印度电影又唱又跳”。然而在2011年，一部《三傻大闹宝莱坞》横空出世，成为当年的网络爆款，人们开始对印度电影刮目相看。这部电影至今在豆瓣页面上还保持着9.2的高分，有200多万人标记看过。也是从这之后，一部部质量上乘的宝莱坞制作开始逐渐进入我们的视线。这里有一张图，我简单的统计了一下，在2011年之后国内引进的印度电影，明显可以看到速度是加快了的，基本上每一年都会引进好几部印度电影。所以你可能也有一种感觉，就是近2年在影院看到印度片的频率变得很高。而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2017年，阿米尔汗主演的《摔跤吧，爸爸》在中国拿到了13亿票房和豆瓣9.1的高分，也是由此开始，宝莱坞电影进入中国的速度变得更快。即使在引进片配额有限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着每月1到2部的节奏。光是2018年1年就引进了10部印度片，份额仅次于好莱坞。从槽点满满的阿三电影到印度神片《宝莱坞真牛》，这中间不过短短10几年时间，印度电影已经在中国完成了华丽转身。而不只是在中国，在北美市场，印度电影的影响力也高居进口片第一。以2016年为例，我们可以看下这张图，在票房超过100万美元的 Top 10的榜单上，印度电影一举占据了6席，而当年的国内票房第一的《美人鱼》仅在第7位。以前我们总说韩国电影走在了中国前面，可如今连隔壁的穷小子印度电影都走在了我们前面。所以每每有人大赞印度电影之余，也都会反问中国电影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走出去。这也让品牌哥我想到了今年网络上的那个段子，有人说疫情让中国电影倒退了30年，然后下面有人回复说还有这种好事。虽然提起印度电影，我们总会想到宝莱坞，但其实宝莱坞并不是印度电影的全部，它只是建立在印度孟买的一个电影基地。在印度还有其他4大电影基地，分别是托莱坞、考莱坞、莫莱坞和桑达坞。因为印度语言丰富，所以这5个电影基地都分属于不同的语言派系，而其中又以宝莱坞所属的印地语最为流行，所以宝莱坞拥有最多的观众，名气最响，票房也最多。宝莱坞始建于1995年的印度孟买，因为继续于可以和美国的好莱坞并驾齐驱，所以印度人把好莱坞的首字母 H 换成了印度孟买的首字母 B， 宝莱坞由此而来。不过，虽然宝莱坞在1995年才正式建立，但印度电影早在19世纪末就拉开了帷幕。1896年，世界上第一部电影的拍摄者卢米埃尔兄弟携带其影片到孟买播放，激起了一些印度制片人的兴趣。随后，印度电影开始零零散散的出现。被誉为印度电影之父的巴尔吉，在受到一部西方电影《基督传》的影响后，创立了艾尔芬斯坦影片公司。该公司几乎垄断了当时印度所有的短片制作和生产。当时的这些短片主要以纪录片为主，内容大多是反映印度人民日常生活、自然风景、政治事件或舞台剧等。1913年，巴尔吉推出一部《哈里什·昌德拉国王》，该片沿用西方神话故事片的拍摄手法，讲述了印度的历史传说，一上映就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哈里什·昌德拉国王成功后，嗅到资本味道的孟买资本家开始投资拍摄电影。有了资本的后盾，印度电影迎来了一个爆发期，产量和题材都日渐丰富。到1920年前后，已经逐渐形成了以印地语为主的孟买，以孟加拉语为主的加尔各答，以泰米语为主的马德拉斯3大制片中心。这一时期的印度电影也开始逐渐由趋向于现实主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印度导演萨蒂亚吉特·雷伊的《大地之歌》。萨蒂亚吉特·雷伊开启了印度电影的现实主义浪潮，其本人也早在1992年就被奥斯卡授予终身成就奖。只是此时的印度电影尽管掀起了一定的热潮，但远没有今日宝莱坞的成就。今天的宝莱坞电影是在将这些成就归零后的产物。在20世纪90年代时，印度政府放开了对进口片的限制，
好莱坞电影随之大量涌入市场，印度本土的电影市场受到挤压。都说模仿是人类的天性，在激烈的电影市场竞争中，印度电影人也开始在拍摄技术、叙事技巧等方面不断模仿好莱坞，再融入印度特有的民族、宗教等文化，独具特色的玛莎拉味道的宝莱坞电影就这样形成了。因为印度人民没有蹦迪、唱 K 这样的娱乐活动，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看电影。电影院不仅能让他们享受到梦幻般的3-4个小时，还能蹭到免费空调，所以他们对电影的要求就是花样更多一点，时间再长一点，这样才尽兴。为了让印度人民在劳苦的生活中也能得到精神生活的享受，印度政府也在积极推进影视产业的发展。他们最先做的就是维持电影票价。在印度，电影票价格普遍约合人民币5-6块钱。首都新德里最豪华的电影院看一次电影大概也就在16元人民币，这与国内动辄50-60的电影票价相比，简直就是白菜价。其次，最大的变革就是在1999年，印度政府不仅把电影产业纳入官方认可的产业范围，还颁布了一系列法规，批准外商可直接投资印度电影产业，并规定出资比例可为100%。电影业成为印度政府官方认可的产业，这意味着电影从业者可以合法获得银行贷款。而在此之前，印度的银行是不被允许向电影行业提供贷款的，所以那时电影出品方的资金大多都是来自非法渠道，比如黑帮或者地下钱庄。这些规定出台后，伴随着大量外资的涌入，也带来了国外更加先进的电影制作技术和理念。曾经一举拿下奥斯卡8项大奖的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就是英国与印度合作拍摄发行的产物。在酒香也怕巷子深的今天，好的产品想要被大众认可，也需要不停的吆喝。对影视产业来说也是如此，好的影片想要迅速提高知名度，就离不开奖项的加持。为此，印度政府十分重视电影节的举办，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印度国际电影节。它与我国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和日本的东京国际电影节共为亚洲仅有的3个 A 类国际电影节。从2000年开始，印度国际电影节开始把颁奖礼放在海外举行。这样做一来可以提高宝莱坞电影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二来也为印度电影进军海外市场提供了渠道上的便利。数据显示，从2001年开始，印度电影的出口已经占据世界的第2位了。2002年，宝莱坞的全球营业额为13亿美元。虽然还不能和好莱坞几百亿美元的巨额数字相比，但相对于好莱坞横扫世界的电影产业格局来说，夹缝中求生存的宝莱坞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已经很不错了。从2003年到2008年的5年当中，宝莱坞开始向商业电影转化。以乔普拉获奖影片《时尚》为例，中国的联想、世界知名运动品牌锐步等企业都在这部电影中加入了隐形广告营销，这使得电影尚未上映就已收回了1半的制作成本。此外，宝莱坞还通过积极改编好莱坞电影积累电影创作经验，比如《杀手》《未知死亡》等电影均是翻拍自好莱坞。将近10年的时间，宝莱坞电影从默默无名到声名鹊起，也带动了印度电影产业高歌猛进的发展。从印度电影在海外主要市场的票房增长上来看，2014年总票房还只有 1.13， 到了2017年就增长到了 3.12。相较于中国电影在海外市场的推进缓慢，印度电影在海外市场的发展可谓是如火如荼。哪怕是在边界上兄弟阋墙的巴基斯坦人民，碰上热情奔放的宝莱坞电影，也是毫无抵抗力。近几年，在惯常的感叹韩国电影强大到可以改变国家的同时，也多出了一种声音，就是连印度电影都崛起了，而中国电影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走出去？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曾经的香港电影是可以和宝莱坞相抗衡的。上世纪70年代，以李小龙为代表的香港武术片，到80年代，在动作的基础上融入更多搞笑风格的成龙、洪金宝系列电影，以及到了90年代，王家卫的爱情片、周星驰的喜剧片等。这些在高度繁荣化、商业化、工业化的发展模式下产出的高质量电影，为当时的香港电影赢得了东方好莱坞的美誉。但在进入20世纪后，随着好莱坞电影的冲击、盗版的猖獗以及人才的青黄不接等原因，香港电影开始偃旗息鼓，宝莱坞电影却开始悄然崛起。宝莱坞电影能够快速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类型电影的高度发达与成熟。所谓类型电影，就是不依赖导演和演员，单靠规范化的制作流程就能够顺利产出的电影。像《摔跤吧，爸爸》和《神秘巨星》都属于这个范畴。表面上看，这2部电影分别讲了2件毫不相干的故事，但故事架构其实如出一辙。
都是在印度男权社会的背景下，主人公在父亲、朋友的鼓励下挑战自我和社会，最终实现梦想，取得认同的故事。不同的只是角色和故事内容的填充。这样的电影大大节省了电影制作成本，同时也提高了电影生产效率。在国内电影市场，我们最熟悉的一个操作就是请水军刷好评，而好莱坞能够火遍全球，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印度水军多。作为最大的移民来源国，印度人民分布在世界各地，不仅有基层劳动者，还有很多行业精英。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在美国，印度高管的数量远超中国高管。比如谷歌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微软首席执行官萨蒂亚·纳德拉就全是印度裔。仅在全球科技3大巨头中，就有2家企业的 CEO 由印度裔担任。因此，甚至有美国媒体说，10个印度裔 CEO 正在统治世界。所以，他们就成为了印度电影最忠实的自来水。在国家情怀的加持下，开始了一场印度电影刷分行动，并因此波及全球。声势浩大的印度移民一度成为 IMDB 上最多的水军。不过，水军再多，也还是要靠内容说话，否则也只是自娱自乐。如果仔细研究近几年在国内大火的宝莱坞电影，你会发现，它的开放程度和印度这个国家的保守程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论是《摔跤吧，爸爸》中体现的印度男权社会下女性的弱势地位，还是《起跑线》里对教育问题的批判，甚至在更早的《我的个神呐》中对宗教信仰的反思，这在天朝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在国内有不少影迷将中国电影的没落归结于严格的电影审核制度。但是，你以为拍出这些电影的印度就没有审核制度了吗？事实上，印度的电影审核制度远比中国。他们将电影分为4级，即右级、UA 级、A 级、S 级，而出口国外的大多是右级和 UA 级的电影。在这个级别，犯罪题材、毒品，甚至连接吻镜头都是绝对不允许有的。其实，被我们津津乐道的印度对现实题材百无禁忌，中国也不是没有拍过这些现实题材，但还是没有哪一部能够做到像《摔跤吧，爸爸》那样在世界范围内广受好评。所以，中国的电影行业也许缺的不是自由的制度，而是自由的灵魂，是不再为导演和明星的中心化，是不再被资本牵着鼻子走。与其说是带着审核的镣铐在跳舞，倒不如说是带着资本的枷锁在跳舞。只关心能不能赚到钱，怎么样收割粉丝流量。被资本看好的项目就排片满满，不被资本看好的项目连院线的门都进不了。这或许才是目前中国电影裹足不前的问题所在。有人说，电影的发明使人类的寿命延长了3倍，电影就是一个造梦的过程。纵观宝莱坞电影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有吸收，有融合，有借鉴，走出了一条独属于印度的电影之路。而反观中国电影的发展，似乎还有不少的茧要冲破。时间易逝，影像永存。希望下一个10年，在世界电影格局中也能看到中国电影的身影。